系好安全带，美股进入了一年中最危险的月份。本期的《华尔街周报》，安琪和大家聊一聊，在经历7月反弹之后，投资者即将面临动荡的8、9月，以及分享一些大家所关心的大公司的第二季度财报。在经历惨淡的上半年表现之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在7月份上涨了9.1%，是自2020年11月以来的最强月度表现。在7月强劲反弹的推动下，标普500今年迄今的跌幅也收窄至14%。但是投资者接下来可能将面临动荡期。尽管存在10月最危险的传说，主要是由于1929、1987和2008年都在10月崩盘过。但从历史角度，8月和9月才是标普500一年中表现最差的2个月。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5年里，标普500在8月、9月平均跌幅分别为0.6%和0.7%。除了糟糕的历史记录外，今年美股面临的另一个风险因素呢是中期的选举。统计数据显示，有中期选举的3季度往往是4年总统周期中波动最大的季度。根据投资研究公司 CFRA 的数据，自1944年以来，有中期选举的3季度市场平均下跌0.5%。对于市场是否已经见底，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美联储的信号。有市场分析认为，在美联储停止加息行动之前，股市中将难以持续上涨。其他人在企业盈利中寻找市场是否已经见底的线索。有分析师目前预计，2022年标普500成分股公司的利润增长将达到8.9%，远远低于6月底10.2%的预测。但在经历大跌之后呢，目前美股盈利和估值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内。FactSet 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上周的交易价格约为其未来12个月预期盈利的17倍，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大家听到也可以松口气了。同时呢，一大波美股财报来袭。可口可乐、通用汽车、麦当劳、3M、微软等等。2季度以来，全球经济放缓压力逐渐增加。本周又有170家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企业将公布其财报，市场将以此衡量美国在经济衰退边缘加息的进一步影响。今天呢，安琪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些重要公司的财报。在周一，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的盈利预警打击了零售股市后投资者聚焦本周多家消费巨头的财报，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宝洁等。此外，例如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和 3M 也在周二盘前公布了财报，财报业绩呢可谓是喜忧参半。不过几乎所有公司都警告未来持续的通胀预期、不确定的消费前景和其他相关的经济衰退问题，看来下个季度才是真正的考验。可口可乐逆势上调全年业绩指引，可口可乐交出了第一份好答卷。7月26日周二，全球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了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每股收益预期，并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年初至今可口可乐涨幅超5%，稳稳地跑赢了标普500指数同期超18%的跌幅。第二季度净利润为23.41亿美元，净利润为19亿美元，每股收益同比增长4%，高于市场预期的0.67美元。全球单箱销量同比增长8%，亚太市场的单箱销量同比增长11%。因此呢，可口可乐公司上调了2022年全年的业绩指引，预计2022年全年有机营收增速为12%到13%的区间。有分析指出，尽管受到通胀压力，可口可乐通过涨价转移了部分成本，但是自疫情恢复后，更多人回归到主题乐园、电影院和旅游目的地之中，因此大家都要喝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销量也随之上涨了。关于可口可乐具体哪些地方特别厉害呢？华尔街周报也曾经做过一期专题，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并点击收看关于可口可乐那一期。本月的早些时候可口可乐的老对手百事公司报告了同样强劲的财报，其第二季度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2%。百事公司同样受益于其零食和包装食品的强劲销市，但同时呢，麦当劳的第二季度营收却不及预期了，警告未来有持续风险。麦当劳公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业绩显示，虽然涨价策略帮助食品巨头麦当劳提升了销售额，但是由于消费者前景不确定，麦当劳方面警告未来会有持续的商业风险，尤其是燃料和食品成本的上升，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现在买吃的是越来越贵了。麦当劳的第二季度净利润为11.88亿美元，同比降低了46%，第二季度每股收益为2.55美元，超过了市场预期。鉴于消费者情绪的减弱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麦当劳也正在为广泛的情况进行规划了。未雨绸缪，他们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在市场的菜单上提供更多的价值选择，因为他们也预计到了商品和工资的通胀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将严重影响到下半年餐厅的利润率
高广能也表示，他们预计欧洲的通货膨胀将比美国更加明显。此外呢，从卡夫亨氏到金宝汤，一些美国最大的食品供应商和餐厅呢，近期也纷纷表示，由于面临更高的成本，即将继续提高价格。休闲餐厅 BJ Restaurants Inc. 上周表示，在6月份涨价1.4%之后呢，将继续上架2%。Domenico Pizza 表示，最近1个季度的价格平均上涨了6%，因为其一样的提高了菜单价格、优惠和送货费用的价格。通用汽车受供应链的困扰，第二季度净利润大降了超过40%。是的，同样公布2季度财报的还有通用汽车。在公布财报的同时呢，得益于需求激增，通用汽车勉强维持了全年的利润前景，但表示潜在的经济放缓之前呢，正在控制支出和限制招聘。他们表示正在为潜在的经济放缓做准备。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只有5.76到6.76美元。调整后的汽车业务自由现金流在70亿到90亿美元之间。通用汽车早在7月初呢就曾警告说，其北美汽车产量下降将影响第2季度的业绩，还指出由于芯片和其他零部件的短缺无法向经销商交付9.5万辆汽车了。不过，通用汽车周二也表示了，它将与 LG 锂技术公司签署了为期多年的合作协议，以实现到2025年底在北美每年生产10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他们甚至已经模拟了几种经济下滑的情况。不过，通用汽车在规划中模拟的是温和的衰退，而不是严重的衰退。另外，全球芯片短期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同日 3M 公司在公布第2季度财报，将分拆医疗保健业务，成立2家上市公司，看起来业绩不错。第2季度财报表示第2季度净利率为7800万美元，远低于去年2季度的15亿美元。是的。此外 3M 还宣布了将分拆其医疗保健业务，成立2家上市公司，以推行各自的增长计划。据悉，新的 3M 公司呢将是一家全球材料科学公司，拥有一系列的工业和消费市场，而分拆出来的医疗保健公司呢将专注于伤口护理、医疗信息技术、口腔护理和生物制药这些行业。分拆预期将在2023年底完成。强势美元正在侵蚀美股公司的业绩，所以强美元实在是扛不住连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不例外。他们2季度呢业绩逊于下调后预期，收入因外汇影响减少了近6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元走强对坐拥大量海外收入的美国科技巨头有多大的打击微软公布了公历2022年第2季度，无论是收入还是盈利都低于市场预期和自身的指引。财报公布后呢，连跌2日的微软在美股盘后进一步下跌，盘后跌幅超过了2%。而亚马逊2季度营收和3季度指引超过预期，盘后股价大涨了10%，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2季度亚马逊的净亏损是20亿美元，包括税前价值减记了39亿美元。不过亚马逊预计3季度的营收区间为1250到1300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1269亿美元。PC 的需求也遭到重创，英特尔第2季度收入预期呢遭大幅度下调，盘后一度超跌10%，它的同期营收呢也下降了17%。华尔街预计到美国最大芯片制造商英特尔2季度业绩会显著下滑，但是还是没能料到降幅会这么大。英特尔的逊色业绩凸显了最大的收入源个人电脑 PC 的芯片需求受到重创，多国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等央行加息推升利率，在共同挫伤个人消费者的购买欲Oh no！ 财报公布以后呢，收跌逾1%的英特尔股价加速下跌，盘后跌幅一度超过了10%。看完这些财报呢，安琪和大家一样，真是喜忧参半，也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坚持就是胜利。我们的华尔街周报和大家持续关注该投资哪些好的股票，怎样提高您的收益。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